只要立法院被罢掉，数位中介法一过，这些人就会控制你家的资讯。全民防卫韧性委员会一大堆在搞信息、搞资讯控制、资讯控管，就是洗你的脑、控你的心呐、我做的再烂再恶心，你也会觉得说感恩戴德，这就赖清德心里面的理想世界啊。刚好我是民革的嘛，都是他们想去哪儿，我再联络一下。因为如果带一个大部队进去的话，都是需要去跟人家单位或者店家先去报告。我认识一些个老师，然后我就说，哎，那我帮你先去联络一下。林雅芳 ，Google 台湾总经理。对，为什么馆长被砍人数，我一点都不意外。全民防卫韧性委员会隔3差5就在总统府开会，私底下怎么工作我们也不知道。然后委员更扯淡，政府机关代表没有行政院，那请问派这来干什么？好吧，林雅芳心里就想说，鸟鸟没有给你45万变成5万，也是给你饭吃的。再吵，下次直接45万变4500。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啊，谢谢他，谢谢他。我该打个电话给王潇才对吧？哎，肖哥，馆长他的一些辛酸所感呢，包括他这阵子被绿媒啊，被民调，甚至陆委会开始点名说叫他住在大陆就别回来了。所以我昨天我跟他聊天的时候，我就说，为什么现在很多大陆同胞啊是懒得聊台湾的话题？因为就是发现，关键不是他们坏或者他们行为上面恶劣，关键是土，就是每一次就那么几句话。比如说这一次直播的时候，我就看到评论区里面就有一些人就会说，宣传部的王潇又来了，就觉得都不知道我还是宣传部的。我觉得这一波激发了两岸人民对于和平交流的向往，尤其是台湾人，玩粉大部分其实是台湾人，他的那个聊天是算简体字很多，但是事实上繁体字还是多一点。其实更多的人是不留言的，所以说只有最想要说话的那些人和想要搞事情的人才会留言。因为我跟李翔在一站也是聊到这个现象，他们提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他说大陆这边很多的老百姓对台湾已经不期待，会觉得说绿的在独，蓝的在拖统，这有什么好期待？但是我觉得这一次就有所突破，不管是我或馆长或其他像钟明轩或其他愿意进行两岸交流的公众人物，尤其是我们这种没有带有政治色彩，那我觉得这里面就有一个逻辑，就是真的很民间的交流。但是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好像马英九总统这2天又去了嘛，好像今天还是明天的样子。大陆老百姓其实很多人是对这种交流是不抱任何希望的。我给他一个回应是这样：如果今天没有这种政治人物层级的交流顶在上面的话，那我们这种民间交流都做不起来。我觉得如果是只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可能格局就低了。他可能给你所传递的是说，对于这种政治人物的交流不抱希望。那他其实我们说潜台词里面所谓抱的希望，其实就是那和平统一嘛。我其实从来不把自己放在一个决策者的身份上面在跟你们进行交流，所以我不会去跟你说未来一定是要怎么样会发生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你说历史潮流也好，你说最后怎么做也好，这个不以我们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咱俩交流的目的是能多让一些人能够知道 OK 我们彼此之间是友好的啊，我们彼此之间是可以不用这个身体进行冲撞，而是用脑子进行交流。我认为这个才是我们存在的价值。我们要做的其实就是告诉大家，两岸之间其实都是正常人，我们每天考虑的更多的是我们要怎么样子去过日子。其实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因为我今天跟李翔他们算是第一次深谈，就是我觉得两岸一直很欠缺直接交流的空间。我看馆长这样很自由，我替他开心，因为说起来也开心，说起来也悲哀，就是说台湾今天被民进党带了执政了9年多，竟然沦落到这种程度，就是大多数台湾人必须透过馆长我们的直播来了解大陆的上海长什么样子。我这觉得有时候匪夷所思，因为台北飞上海非常便宜啊，像我微信开通之后，我买一张台北飞上海就是来回机票2000多人民币而已，那就这么近的距离啊，然后你会感觉到说怎么会有这么多隔？那很明显就是有非自然因素在阻隔嘛，这就是民进党所害怕的。对一般老百姓来讲，民进党害怕你知道的太多，他害怕你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两岸人民其实没有巨大的差异。所以我觉得没有这么复杂的事，但是民进党把这些事情搞得非常的复杂。我自己在跟李翔他们在谈的时候，我就感觉就是其实有很多的东西因为被预设了某些政治的前提，所以他很难达到真切实意的一些交流。透过真正的老百姓之间的沟通，直接的交流，其实那样的一个不了解的意向就下降。就算你没有去推进那个政治谈判，事实上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被民进党越带越远，两岸越拉越远。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民进党这次非常害怕馆长登陆，因为馆长的登陆其实有机会巨大的杀伤力。毕竟馆长他的对社会方面的这种事物的影响力，我认为是比钟明轩更大，而馆长他是一直在从事相应的社会工作。
你这一次跟在馆长旁边相处啊，你其实是接触到一个更不一样类型，因为馆长属于草根型的，那你的感受是什么？大家很想知道。我觉得他是那种很直来直去的人，然后他也是真的是很真性情，因为我看他经常直播就开始骂起来了。这个是台湾的特色，因为 YouTube 比较不限制这种东西，他直播比较松，在 YouTube 就真的是很 free。都是他们想去哪儿，我再去看联络一下，因为所有的地方，如果说你只是几个人拿手机自拍的话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如果带一个大部队进去的话，都是需要去跟人家单位或者说店家先去报告一下。对，所以说反正他们想去哪里的话，我们就刚好我是个民革的嘛，然后四行仓库我认识一些个老师，然后我就说，那我帮你先去联络一下，这样的话明天会找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讲解员，然后带他去逛一下四行仓库，因为四行仓库里面做的很逼真，四行仓库里面是重新就是把当时的那个战斗的效果、音效，甚至那种低气压的感觉都能够呈现给你。我觉得这几年就是我看不管是网络上或者实体去体验大陆的博物馆，或者是一些古迹，它把它改建成就是类似博物馆，东西很丰富，而且沉浸式体验这一块做的真的是不错。然后或者就是他会借一个古迹，然后把它就是可能在附近再建一个馆，借着这个古迹呢，然后把它扩展成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展馆，不只是有一些文物的展出，因为台湾的文物展太静态了，它虽然可能也是静态的摆设，但是它透过静态摆设加上一些动态的一些呈现方式，更重要的是它很重视那个里面的脉络。像我上次去上海的时候，就是开论坛那个大学的那个单位，他们安排的参访行程带我们去那个中共第一次全国党代表大会的会址，然后旁边盖了一个宜大博物馆，然后就是宜大的那个类似宜大纪念馆，然后进去东西非常丰富，它基本上把各种历史，我觉得它很重视那个脉络，这是我觉得两岸在展馆呈现上面很大不一样。我们的实物的展现，我们会单个点，然后写一些说明啊什么的，然后透过解说员去把它给串起来。但是解说员在串的时候，因为解说员通常是志工或者是学博物馆，他可能不见得学历史学的，所以他们在解说的时候，他是比较倾向就是单个物品或单个这个史迹啊、史料啊，它的一些解说。在大陆这边的话，它本身的展出的方式，它就很重视那个脉络的一个贯穿。我觉得这是两岸博物馆很大的差别。馆长这个人是天生的网红圣体，小哥，你这次近距离观察馆长，你有没有感觉到一件事？就是虽然网红各有不一样，比如说我们都在当网红，大家都是不一样的类型，但是有一件事就是说，馆长这个他有一个很独特的一种感受，就是他总能带来一些不一样的能量。他其实也就是在那边走路啊，然后肌肉比较大块，然后有个刺青，讲话可能比较直白，带一点国骂。但是当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的时候，我甚至可以说，至少在 YouTube 上他是华文区第一网红。我真的有这种感觉，我不知道你感受怎么样，就是你有没有感觉到那个能量在？对，反正他这个整个旅行是很有意思，这次是有价值，很有价值。林雅芳 ，Google 台湾总经理，总统府防卫韧性委员会啊，这事实啊，不要再骗了，也不要骗自己了，就在赖清德的全民防卫韧性委员会，就明目张胆嘛，他也没跟你演的啦，他不跟你演的啦，所以为什么明明斗内多成这个样子，恐怖成这个样子，照 Google 的逻辑是要开放更多流量进来，就他不是45万，咔嚓直接掉到20几万，这林雅芳到底什么政治立场啊？为什么45万的流量泼天的金钱斗内你不要？那时候上45万的时候，大家多还拼命抖内这么多钱，他不要开点流量就有的钱，他为什么要把它卡掉？这合逻辑吗 ？YT 不想赚钱是脑子有问题吗？他一定会否认啊，要说如果没有介入流量，那也不是我们审核的，都是演算法的关系，对不对？我跟你讲 ，Google 做一些更夸张的事情，像那个赖皮寮啊，在 Google 地图上直接被打马赛克，直接抹掉。我就问嘛，为什么全民防卫韧性委员会要有 Google 台湾总经理？什么意义？你看他隔壁的隔壁，黑熊民防教育协会理事长，这是沈伯洋的手下，第一顾问叫什么？曹新成，连头衔都省了，不用头衔。我告诉你，曹新成同时是黑熊学院的总顾问。全民防卫韧性委员会在4000亿的关税战特别预算里面，全民韧性相关达1600亿啊，连总统都有头衔啊，只有曹新成连头衔都不用。这个委员会隔三差五就在总统府开会，平常怎么私底下怎么工作我们也不知道。然后委员更扯淡，政府机关代表没有行政院，那请问派来干什么的？对，为什么馆长被砍人数？我一点都不意外。45万砍掉
15万，砍掉20万，他没很客气，他没有给你直接从45万变成5万，好不好？林雅芳心里就想说，鸟娘没有给你45万变成5万，已经给你饭吃了，再吵，下次直接45万变4500，里面一大堆搞资讯的，整个全民热线委员会里面一大堆资讯管理的，搞信息，搞资讯控制，搞资讯控管。赖清德找这些人的逻辑是什么？就是洗你的脑，控你的心呐！我做的再烂再恶心，我当街冲进你家，把你绑起来毒打，你也会觉得说感恩戴德，我就要洗你洗脑到这种程度。这就赖清德心里面的理想世界啊！只要立法院被罢掉，数位中介法一过，这些人就会控制你家的资讯，从此之后就会有一大堆意识形态的僵尸被洗出来。